清晨6点30分，地铁站的闸机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张明掏出手机，用支付宝又买了一张月票，又是300块没了。他心里计算着，但比起每天单独买票还是便宜些。早高峰的地铁里，张明习惯性地打开手机银行，工资卡余额3280元，距离发工资还有10天。这是他的第3份工作了，月薪9000，比上一份工作涨了2000。但为什么账户上的数字永远都那么小？社保合公积金2340元，房租3500元，饭卡充值800元，手机话费199元，地铁月票300元，网络费100元。简单一算，每月固定支出就超过7000元。这还没算上偶尔和朋友聚餐、更新换代的电子产品、职场必须的培训课程。我到底为什么总是存不下钱？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打工人的心上。你可能也和张明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却始终感觉生活在越来越紧的橡皮筋里，收入在增长，但生活质量却在下降，职位在上升，但幸福感却在降低。明明很努力，却永远追不上物价。也许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理财能力太差？是不是我消费习惯有问题？是不是我不够努力？但是，让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想想，你的贫穷真的是你的错吗？当千千万万的年轻人都在经历相同的困境，当整个社会的年轻一代都在为生存焦虑，这还能简单的归结为个人问题吗？真相是，你的贫穷是被系统性的设计出来的，它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个例，而是普遍；不是你的失败，而是制度的成功。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层层剥开这个残酷的现实，看清楚是谁又是如何把我们设计成了一个永远追赶却永远无法企及的困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找破局的可能，因为只有看清真相，才能获得改变的力量。收入的幻觉。今年又涨薪了，小王看着劳动合同上新的数字，内心涌起一丝喜悦。从毕业时的6000到现在的12000，5年时间工资翻了一番，似乎人生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然而当他打开了58同城，准备换个大一点的房子时，这份喜悦瞬间消散。5年前3000能租到的2室1厅，现在5000都租不到。这不是错觉。过去10年，一线城市房价平均涨幅达到 320%， 而同期普通白领工资涨幅仅 67%。基础生活用品价格上涨 89%， 医疗教育支出更是暴涨 156%。 你的工资在涨，但你的生活水平在断崖式下跌。这就是赤裸裸的通货膨胀陷阱。10年前月薪5000，房租1500占收入 30%， 日常开销2000占 40%， 每月还能剩下1500元可支配收入。而现在月薪8000，房租却要4000占了一半，日常开销3500占 44%， 每月可支配收入反而只剩500元。这不是因为你理财能力差，而是整个经济系统在通过通货膨胀悄悄地持续地侵蚀你的购买力。看不见的剥夺。工资单上的数字早已变得毫无意义。每个月工资到账的那一刻，钱就像流水一样消失在各种支出中。五险一金2000多，房租3500，水电网费300，电话费100多，饭卡月供800，卡债最低还款2000，分期付款1000，到手的钱还没捂热，就已经被生活的各个角落瓜分殆尽。这些看似合理的支出背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剥夺系统。社保合公积金虽然是为了你好，但强制缴纳的高额费用却让你每月可支配收入锐减。信用卡和分期付款承诺让你提前享受生活，
实则是让你永远活在偿还的焦虑中。各类消费升级的压力更是无处不在，换手机是因为旧的已经跟不上软件要求，报培训是因为不提升就会被淘汰，办健身卡是因为身体已经跟不上工作强度。3努力也未必有用，每天加班到凌晨，周末永远在赶项目，全年无休，只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年终奖。但当你拿到那 3% 的加薪时，才发现连通货膨胀都追不上。职场里的努力早已变质，它不再是通向成功的阶梯，而是维持生存的挣扎。35岁职场危机不是危言耸听。数据显示，跳槽机会从35岁开始断崖式下跌，工资增长进入停滞期，但家庭支出却在持续攀升。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化，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跑，却发现终点线在不断后移。最讽刺的是，你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但分到手的那份却越来越少。4教育系统的困局。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学区房附近？这个简单的问题揭开了教育资源分配的残酷真相。重点学区的房价动辄比周边贵出1倍，优质高中的录取率在重点初中和普通初中之间差出8倍，985、211高校的入学机会更是天差地别。教育本应是改变命运的阶梯，却在现实中成为了加剧不平等的推手。从幼儿园开始，优质教育资源就被制度性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重点学校的数量被严格限制，优秀教师被集中分配，教育经费向名校倾斜。表面上大家都在参加同一场高考，但实际上有人从起跑线就已经领先了几个身位。当一个普通家庭倾其所有买学区房时，他们不是在买房，而是在用30年的房贷换取子女那一点点的机会平等。5金融体系的排斥。银行理财产品动辄50万起投，私人银行要求100万资产，优质基金限定大额投资者优先配售。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这些门槛不是偶然设置的，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目的就是将普通人阻隔在财富增值的门外。穷人的钱只能选择年化 0.35% 的活期存款，在 3%至 5% 的通货膨胀面前不断缩水，而富人的钱却能轻松获得 8% 至 25% 的年化回报。更讽刺的是贷款机制，富人因为有充足的抵押物，容易获得低息贷款，可以用这些钱撬动更大的投资收益。穷人因为无抵押物，只能选择高利网贷，陷入无休止的债务陷阱。这就是金融体系的本质，它不是在服务所有人，而是在按照资产量分配机会，让有钱的人更容易赚钱。6住房制度的困境。月供要15000，还款期限30年，这就是当下年轻人的购房现实。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40至50倍，普通工薪族即便倾其所有，举债累累，也未必能付得起首付。而租房也不是出路，租金每年上涨 10% 至 15%， 居住条件简陋，还要面临随时被赶的风险。这个困局背后是精心设计的制度，土地财政依赖让政府不愿意房价下跌，房地产金融化让投机炒作变得合法，租房权益的弱化让租客永远处于弱势地位。最终的结果是，富人在房产升值中不断积累财富，穷人却要用一生的时间为一个栖身之所付出代价。我们的住房制度本质上是一个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绞肉机。7消费陷阱的反噬。先享受后付款，这句诱人的广告语正在吞噬年轻人的未来。花呗、借呗、信用卡、消费贷，
每一个金融产品都在鼓励你超前消费，但它们带来的不是美好生活，而是无休止的债务循环。24%的年化利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借的1万元，1年后要还13000，而大多数人的工资涨幅连8%都达不到。社交网络更是在不断制造消费焦虑，朋友圈里的轻奢包包，小红书上的网红餐厅，抖音里的潮流穿搭，你不得不花钱，因为不消费就意味着社交孤立。最可怕的是，这种消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变成了身份认同的象征，变成了融入社会的通行证。8. 社会资本的割裂。人脉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也越来越难以获得。优质的工作机会，关键的信息渠道，有价值的人际网络，这些决定命运的资源正在圈子化、固化。富人的子女从出生起就在高尔夫球场、私立学校建立起精英人脉，而穷人的孩子却只能在网吧、廉价餐厅里结交同样困顿的朋友。最残酷的是，这种差距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扩大。30岁之前，你可能还在为找不到好工作发愁；35岁之后，你会发现，真正的好机会从来都不在招聘网站上，而是在高尔夫球场、红酒会、私人会所里悄悄达成。所谓的能力，很多时候不过是社会资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9. 时间的不平等。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对穷人来说是个残酷的谎言。富人的时间是可以用来增值的，他们可以用时间学习新技能，建立人脉，享受生活，而穷人的时间却只能用来换取基本生存。打工者的一天是这样的：6点起床挤地铁，8点到公司开始干活，晚上11点才能回家，周末还要加班。他们用尽所有时间，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越是穷人，越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提升自己，去寻找更好的机会，而越是富人，越有充裕的时间去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去抓住更多的机会。时间的分配不平等正在成为阶级固化的新推手。10. 医疗体系的阶级分化。一场普通的感冒，在不同阶层人群中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富人可以直接去高端医院的特需门诊，找最好的专家，做最全面的检查，穷人却要在3家医院排几个小时的队，最后匆匆见医生3分钟，拿着一堆最便宜的药回家。这不仅是服务质量的差异，更是生命质量的鸿沟。最要命的是大病，一场重病下来动辄几十万，就算有医保报销，个人负担也要10几万。对富人来说，这或许只是资产的一个小波动，但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倾家荡产，甚至因病致贫。更讽刺的是，越是穷人，越容易得大病，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做定期体检，没有条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11. 养老焦虑的代际困局。年轻人工资低，社保缴费高，到手的钱不够花，更别说存钱养老。而他们的父母本该安享晚年，却不得不继续打零工补贴家用。这就是当下最真实的代际困境，上有老下有小，中间的那代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数据显示，到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但我们的养老金缺口却在不断扩大。年轻人面临着双重压力，一边要供养父母，一边还要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但现实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根本承担不起这些责任。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12. 信息鸿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优质信息反而变得越来越稀缺。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都被隐藏在付费课程、高端论坛、私密社群背后。穷人能接触到的往往都是延迟的、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信息。从投资机会到职业发展，从子女教育到健康管理，
信息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的决策质量。但问题是，好的信息都变成了商品，而且是奢侈品。一个简单的例子，股市里的大资金总是能比散户更早知道利好消息，等散户追涨时，庄家已经在清仓了。这就是信息差带来的财富差。一、直面现实。贫穷从来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整个社会系统运作的产物。这个认知并非为了让人放弃希望，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认清这一点，才能找到突破的关键。很多人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自责与内疚中，这既无益于改变现状，还会进一步消耗宝贵的心理资源。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这些精力转向真正有意义的努力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努力就会成功，只要勤奋就能改变命运的鸡汤，本质上是既得利益者散布的麻痹剂。他们过分简化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回避了制度性障碍的存在。真正的突破需要在付出努力的同时，更要有清晰的策略，懂得如何在现有体系中寻找机会与缝隙。这不是消极，而是更深层的清醒。当我们谈论穷人的处境时，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匮乏，更是机会的匮乏。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社会关系网络的局限性、信息获取的滞后性，这些都是突破贫困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认清这些现实，不是为了妥协，而是为了更好地制定应对策略。二、技能投资与能力培养。最值得投资的永远是自己，但这里的投资绝非那些华而不实的付费课程，而是真正能带来核心竞争力的实践技能。在当今市场中，稀缺的专业能力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溢价空间。要着眼于市场需求，对准行业发展方向，提前进行布局。这种投资需要时间的积累，却能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传统教育体系中的学历和文凭与实际工作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那些真正能创造价值的技能，往往存在于正式教育体系之外。因此，在投资自己的过程中，要把重点放在培养能直接转化为市场价值的实际能力上，而不是一味追求好看的证书。这种思维转变是突破现状的重要一步。在技能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深度与广度的平衡。太过宽泛的知识储备往往难以形成竞争优势，而过度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又可能面临技术更迭的风险。理想的方案是，在某个领域深耕的同时，培养相关联的辅助技能。例如，一个程序员除了编程技术外，还需要具备项目管理、沟通协作等能力，这样才能在职业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收入多元化策略。单一的工资收入往往充满不确定性，构建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体系变得尤为重要。副业的存在不是为了取代主业，而是作为风险分散的重要手段。但在选择副业时，必须基于自身的核心能力，而不是盲目跟风当下的热点。很多人在副业选择上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脱离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能力圈。真正可持续的副业收入，往往来自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比如，一个有经验的销售人员可以开展行业咨询，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以进行在线授课或接外包项目。这种基于核心能力的副业拓展，不仅能带来额外收入，还能强化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发展副业的过程中，时间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很多人在主业之外贸然开展多个副业，结果不仅影响了主业表现，副业效果也不尽人意。正确的做法是，先在主业中建立起稳固的地位，然后再逐步尝试和扩展副业。同时，要善于利用碎片化时间，将固定时间投入到最具价值的工作中。四、
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穷人与富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穷人总是在计算还有多少钱可以花，而富人却在思考如何让现有的资金创造更多收益。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思维差异，更是决定命运走向的分水岭。开源节流固然重要，但让资金产生收益才是根本。即便只有很少的积蓄，也要学会合理分配，基本生活保障、风险防范、价值增值。在消费观念上，也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转变。物质主义和攀比心理往往是穷人难以积累财富的重要原因。在做出每一个消费决策时，都要问自己3个问题：这是需求还是欲望？这个支出能带来什么回报？有没有更经济的替代方案？学会区分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支出，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另一个需要转变的是对时间的认知。穷人往往低估了时间的价值，习惯于用时间换取收入，而富人更懂得利用时间创造价值。要学会评估时间的投入产出比，将更多时间投入到能带来长期收益的事情上，而不是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这种转变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收入的减少，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值得的投资。5. 构建个人护城河。在这个知识付费盛行的时代，过分强调学习的形式而忽视实质的现象非常普遍。真正的学习不在于课程的数量，而在于知识的实际运用。每掌握一项新的技能，都要深入思考它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实际价值，是提升了专业性，还是增强了赚钱能力？是提高了不可替代性，还是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构建个人的学习体系，需要在各类技能之间找到平衡点。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也是构建护城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优质信息的获取和筛选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要建立自己的信息获取渠道，包括但不限于专业领域的核心期刊、行业专家的社交媒体、高质量的专业论坛等。同时，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轻易被网络观点所左右。网络时代的个人品牌建设同样不容忽视。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创业，个人品牌都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要学会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建立行业影响力。这包括维护职业社交网络、输出专业内容、参与行业交流等。但要注意的是，个人品牌的建设必须建立在真实能力的基础上，空洞的营销最终只会适得其反。6. 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可能让多年的积累付诸东流。因此，构建个人的风险防范体系变得尤为重要。这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保险配置、充足的应急资金、稳定的职业发展规划等。这些看似是成本支出，实则是必要的人生投资。在职业生涯中，也要建立风险意识。这包括持续关注行业发展趋势，预判可能的变革和机会，储备应对裁员、降薪等突发情况的方案，建立职业竞争力评估体系，及时发现并弥补自身的能力短板。这种未雨绸缪的意识，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7. 精神建设与心理资本。贫困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创伤。自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和行动力。因此，加强心理建设，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同样是摆脱贫困的重要一环。要学会与自己和解，既不过分自责，也不轻易放弃。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也至关重要。金钱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要在追求物质改善的同时，也注重精神世界的充实。培养积极的兴趣爱好，
保持持续学习的习惯，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方面。这个世界的确存在着诸多不公平，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平过。与其沉湎于对制度的不满与抱怨，不如将精力投入到那些我们真正能够改变的事情上来。每一个成功突破命运的人，都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尽管贫穷可能是被动的选择，但突破贫穷的道路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要记住，改变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方向正确，每一个小进步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改变现状的勇气，也要有循序渐进的耐心。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命运终究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更是一种责任。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